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活总是靠物质品来填满？衣柜里塞满了可能会穿到的衣服，手机里下载了用不上的软件，但又舍不得删掉，家里堆着根本没有时间读的书。我们似乎活在一个东西越多，你的生活才会越好的这么一个时代里。但你知道吗？这种看似什么都有的生活，其实你每天都面对一大堆无用的东西，你的心情真的好得起来吗？先别说断舍离了，光是想起来要整理都能让你崩溃。而且这还不只是东西多的问题，还有你的消费习惯，对于物品那种不舍的情感，这些事情呢都在拖慢了你的人生进度。那今天的视频呢，想来分享你该如何尽早的开启极简生活。这不是让你过一种枯燥乏味的生活，而是教你如何摆脱那些无意义的烦恼，不再被物质支配，而是让你的生活重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你生活中之所以过得那么混乱，常常来自于你习惯性的去累积一些不常用的物品，无论是每天用到的护肤品，还是随身的耳机，你都应该清楚的知道它们的位置放在哪里。假设你每天都要花时间找钥匙、耳机，或者是手机充电线、口红，这些小事呢，其实会让你的时间在一点点的流走。此外，如果你拥有太多同类型的物品，也会让你有选择困难。比如你拥有的帽子太多了，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款式都各来一顶，那就会让你在之间犹豫不决。适当的减少重复类型的物品，你会发现时间效率上提高很多，不会每天都在花时间去纠结这种小事情。你曾经是否会有这样的想法？衣柜里永远都是少那么一件衣服，是不是被我戳动了不少人的心声？我们总是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场合而不停的去买新衣服，衣服的更新换代真的是太快了，每个季节一过都会被人淘汰。特别有些衣服是一次性的穿搭，甚至有些人的衣服根本不会超穿过3次。我鼓励你们去尝试胶囊衣橱，能大大缩短每天搭配的时间。想象一下，你的衣柜里只有几件经典单品，一件白 T 和一件百搭的牛仔裤，每次出门你只需要简单搭配一下就搞定。我希望你在心里问一下自己，拥有更多东西真的会让你生活快乐吗？请你好好想一想，你买过的任何东西，哪个不是只能给你带来短暂的物质满足感？真正能给你带来长久快乐的是一次性体验。比如说你去旅行啊，和朋友或者是你的另一半来一次自驾游，与其去购买最新款的手机或者是名牌包包，不如花钱去看一场你喜欢的明星演唱会，或者计划3天2夜的旅行。这样的体验能给人带来更加持久的回忆。每当我回想起之前和3两好友一起自驾环游中国，4个人躺在沙漠里看星空，一起乘坐绿皮火车前往西藏，这种能和朋友一起创造回忆的机会能有多少次？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别人分享他们的物质品，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和别人做对比，但实际上体验型的价值是无法用标签和价格来衡量。你收获到的东西绝对比那些只靠买物质品的人来得更加多，更加的踏实。它让你学会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随着网购的便利性以及成熟的快递业，不理性消费已经成为我们日常中的一部分了。特别是每年的年终大促，你忍不住手滑买了一大堆打折的东西，然后发现你这个月的工资全拿去买这些物质品。购物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为了弥补情感上的空缺，如果你都不能控制购物的冲动，那么钱包只会越来越空。我在以往的一期视频里面有详细讲过这个话题，在那期视频里面会讲解的比较全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那期的视频。想要实践极简生活，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达成的，而是需要你通过每天的小习惯去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一旦一些习惯形成后就很难去改变，因为这是你认知里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不需要你对生活做出什么翻天覆地的改变，可以就从一些简单的小事情开始，比如一进一出的法则，当你买一件新衣服的时候就淘汰一件旧的，又或者是每天花5到10分钟去整理你的生活空间，无论是整理工作桌面，还是清空你包里存放已久的超市小票，还是简单的把散落在客厅里的东西收拾好，这些微小的行为都能让你在生活里保持整洁。没有目标的生活就像海上的漂流瓶，没有方向感，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我想表达的意思呢是，假如你有一笔存
存款。如果你都没有对于如何使用这笔钱的打算，那么你就会毫无目的的将钱乱花在其他方面上。如果你想去设定一个目标，你可以试着把它们具体化，不只是我想要省钱那么简单，而是我想要在1年之内攒下多少数量的钱去旅行。一旦有了这样的目标之后，你对于金钱上的每个选择都会变得更加的谨慎，更加的清晰。每次在花钱的时候，你都会在考虑我是该把钱拿来买这一台新的台灯，还是省下来去达到我的长期目标。工作效率降低，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可能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所在的环境太乱太糟糕了。看着这一堆无处可放的文件和没来得及处理的信件，还有喝完忘记洗掉的咖啡杯，看到这里你的大脑就彻底不工作了。那我们现在就从基础的事情做起，每天结束工作前整理一下桌面，将不需要的文件丢掉，将用完的订书机放回抽屉里。拥有一个像样的办公桌能让你的思路更加的清晰，不会被台面上不相关的物品扰乱思绪。社交媒体上呢，会让你脑子相信只要拥有同款就能变得和这些带货博主一样过上高质量的生活。那事实就是真正能给你带来长久的满足感，那是与你内心价值一致的物品。你不需要拥有20双的鞋子来证明自己的穿搭多有品味，更不是在年纪轻轻17、18岁就砸钱买贵妇护肤品。特别是那些经济能力还没有达到的时候，你却在追求不在你能力范围的东西。你更不需要去追逐当下的流行款，画着和别人一样的妆容，这样看着就失去了你自己的独特性。而你更应该要做的是去专注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少一点表面上无谓的东西，多一点内在的满足。那最后我想说的是，极简主义的目的呢，不是让你被物质束缚。你会发现，拥有的东西越少，你的生活会变得更轻松。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也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拜拜。